朋友，我们先来做个小小的思想实验。如果现在是周末，你刷着手机，屏幕上一位你很欣赏的博主正娓娓道来，人到了一定年纪，真的要用点好东西。这不叫消费，这叫投资自己。他手里那只设计简约、皮质精良的托特包，据说能背10年不过时。他腕上的那块表，被形容为可以当作传家宝。他甚至告诉你，他脚上那双户外鞋，代表的是一种拥抱自然、回归本真的生活态度。你心动了吗？你或许会想，是啊，我每天这么辛苦，买一件贵点但能用很久的东西，犒劳一下自己，这很合理。这不叫乱花钱，这叫长期主义，是爱自己的表现。恭喜你，在这一瞬间，资本为你量身定制的精神捕兽夹已经悄然合拢。我们总以为自己是理性的、清醒的，能够抵抗那些赤裸裸的消费主义口号，但我们没有意识到，消费主义本身也在进化。它不再是那个声嘶力竭让你买的街头霸王，而是变成了一位善解人意的心理咨询师，在你耳边轻声说，你值得去拥有更好的。他把欲望包装成理想，把虚荣伪装成自爱，把陷阱布置得像一片玫瑰花园。最近我重读了美国镀金时代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尤其是一个家族的100年兴衰史，让我对消费这件事有了一种脊背发凉的顿悟。这个家族就是范德比尔特的 Vanderbilt。 如果你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这么说吧，在100多年前，这个家族的财富比当时的美国国库还要多。他们是真正的美国第一豪门。家族的创始人科尼利尔斯·范德比尔特，人称船长，是一个目不识丁、满口脏话，但精力无穷、意志如铁的狠角色。他从一艘小小的渡轮起家，一手打造了一个横跨航运和铁路的庞大帝国。他去世时留下的财富，换算成今天的购买力，超过了比尔、盖茨、贝索斯和巴菲特的总和。船长本人对花钱这件事毫无兴趣，他一生信奉的是创造、积累和征服。他像一头饥饿的雄狮，毕生都在开拓疆土，而不是在自己的洞穴里欣赏珠宝。然而，悲剧的种子恰恰在他死后开始疯狂发芽。他的子孙们完美地继承了他的财富，却完美地避开了他创造财富的能力和精神。他们的人生目标不再是创造更多，而是如何花得更漂亮。从第2代开始，范德比尔特家族就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以烧钱为核心的军备竞赛。他们在纽约第5大道上修建了一座又一座堪比欧洲皇宫的豪宅，其中最著名的一座有150个房间，光是每年的维护费用就足以让一个中产家庭过上几辈子。他们举办的派对极尽奢华之能事，一场派对可以花掉今天数百万美元的钱。其中最夸张的一场，女主人阿尔瓦·范德比尔特为了让自己的女儿在派对上脱颖而出，竟让她穿上了一件镶满真实孔雀羽毛和眼睛的礼服。为了保证羽毛的新鲜感，这件礼服只能穿一次。他们用从欧洲拍回来的天价油画、古董家具、珍稀珠宝填满自己的豪宅，仿佛不是在装饰一个家，而是在建造一座座私人卢浮宫。他们活成了那个时代最耀眼的明星，报纸的头版头条永远在追踪他们的最新动向。今天谁又买了一艘新的游艇？明天谁的舞会又将耗资几何？然而，当他们沉浸在这场用金钱堆砌的幻梦中时，他们脚下的帝国正在被悄然筑空。他们从财富的创造者
彻底沦为了财富的搬运工。结局毫无悬念，不到100年的时间，当120位范德比尔特家族的后人再次聚首时，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是百万富翁。那些曾经辉煌一时的豪宅，要么被拆除，要么被捐赠给了政府，变成了博物馆，供游客们唏嘘感叹。第5大道上再也找不到一座属于范德比尔特家族的房子，一个曾经富可敌国的家族，就这样在几代人的挥霍中烟消云散。安德森·库珀，美国 CNN 的著名主持人，也是船长的玄外孙。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的祖母常常对我说，范德比尔特家的钱是一种诅咒。这个故事像一部宏大的悲剧，让我久久不能平静。我意识到，范德比尔特家族的100年悲剧不仅仅是一个家族的没落史，它更是一个深刻的预言，一个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终极预言。他们所中的那种毒，那种将拥有等同于存在，将自我价值与物质符号牢牢捆绑的毒，在100年后的今天，经过资本的精心包装，正以一种更温和、更隐蔽、更具迷惑性的方式渗透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我称之为新镀金时代的毒药。今天我想与你分享的就是这种毒药在当代的3个变种，它们伪装成人生建议、自我关怀和个性解放，却在不知不觉中为我们打造了一座座现代的镀金囚笼。长期主义的幻觉，用投资未来的名义，让你买下现在并不需要的东西。范德比尔特家族的后代们在修建那些奢华的宫殿时，他们坚信自己是在为家族的荣耀建造一座座不朽的丰碑。他们购买的每一件艺术品都被认为是具有传世价值的投资。这听起来是不是和今天我们听到的长期主义消费观有异曲同工之妙？别买快时尚，要买就买一件能穿10年的经典款。与其买一堆便宜的锅，不如一步到位，买一口能传给女儿的铸铁锅。这种话术精准地击中了我们内心深处对于确定性和价值感的渴望。它把我们的消费行为从单纯的花钱巧妙地升维到了投资。于是我们开始对价格脱敏了。一件上万的风衣，如果能穿10年，平均到每天好像也没多少钱。一个几千块的包，如果能提升我的职场形象，带来潜在的机会，那它就不是消费品，而是生产资料。如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瑟勒所说，我们的心理账户被篡改了，原本应该放在日常开销账户里的支出，被悄悄转移到了自我投资和长期资产的账户里。我们花钱时的内疚感，被一种我做了一个明智决策的优越感所取代。但我们真的赢了吗？当你真的买了那件昂贵的风衣，你很快就会发现，你衣柜里所有的 Zara 衬衫、优衣库 T 恤似乎都配不上它了。为了让这件风衣物有所值，你开始需要一条更贵的裤子，一双更有质感的皮鞋，一个与之匹配的包。这就是著名的狄德罗效应。一件非必须的、更高档次的物品，就像一个闯入者，打破了你原有的和谐，引发了一场永无止境的消费升级的雪崩。范德比尔特家族就是狄德罗效应最极致的受害者。当第一座豪宅在第5大道建起，其他的家族成员感到的不是欣赏，而是焦虑。于是第2座、第3座，一座比一座更宏伟、更奢华的宫殿拔地而起，最终将整个家族拖入了攀比的深渊。而所谓的长期主义，也往往是个伪命题。你真的会10年如一日地穿同一件风衣吗？时尚的潮流、身形的变化、心境的迁移，任何一个变量都可能让它在2-3年后
静静地躺在衣柜的角落里。而那些昂贵的商品，之所以昂贵，核心在于品牌溢价，而非其物理属性真的能对抗时间。它也会坏，会旧，甚至比普通商品需要更精心的呵护。你以为你拥有了它，很多时候是你被它所拥有，成了它的仆人。真正的长期主义是一种精神内核，关乎我们对未来的责任和智慧的投入。它被商业话术异化为一种购买昂贵商品的理由，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讽刺。当商家用劝你别买的方式来劝你买贵时，我们必须警惕，这往往是陷阱最深的地方。爱自己的谎言将自我价值外包给冰冷的商品。在范德比尔特家族的镀金时代，女人们的战场不在商界，而在社交场，而他们的武器就是派对、时装和珠宝。阿尔瓦·范德比尔特，这位家族中最具争议的女主人，为了挤入当时有少数几个老钱家族把持的纽约上流社会，不惜斥巨资举办了一场美国历史上最奢华的假面舞会。他向1200位纽约顶级名流发出邀请，唯独漏掉了当时社交界的女皇阿斯特夫人。这一招精准地击中了阿斯特夫人的软肋。为了让自己的女儿也能参加这场万众瞩目的舞会，高傲的女皇不得不亲自登门拜访，低下了她高贵的头颅。通过这场豪赌，阿尔瓦赢得了社交界的入场券。他用金钱为自己和家族购买了配得感。这个故事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当代消费主义最核心的谎言之一：爱自己就是给自己买最好的。你的价值取决于你拥有什么。25岁，你值得拥有人生第一只海蓝之谜。宠爱自己，就从拥有一个爱马仕开始。辛苦了1年，必须买个大牌包包犒劳自己。这些话术都在不断地强化一个逻辑：消费等于自爱等于价值。于是我们开始用消费来证明自己，证明自己值得被爱，证明自己过得很好，证明自己没有被同龄人抛下。我身边有个朋友，他会花掉1个月1/3的工资去买一瓶昂贵的精华，但他租住的房子却连个像样的衣柜都没有，衣服都堆在箱子里。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脸是给别人看的，房子是自己住的，可以凑合。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看到的是一个被凝视所绑架的灵魂，他的自我价值不是建立在我感觉好不好上，而是建立在别人觉得我好不好上。资本还为我们设计了更深的陷阱，一边灌输配得感，一边制造缺陷感。他告诉你，童年时没能拥有的那个玩具是你一生的遗憾，现在必须补偿自己，滋养你内心的小孩。于是原本属于儿童的玩偶成了成年人世界里价格不菲的情感寄托。他告诉你，成年人的世界压力太大，你需要一些孩子气的东西来逃避。于是去一趟迪士尼，买一堆可爱的周边，成了精神疗愈。我们以为自己在爱自己，在弥补童年的创伤，但我们没有意识到，这种爱是一种极其脆弱的依赖于外部条件的躯体自恋。一旦失去了这些外部条件，我们的自我认同就会瞬间崩塌。买不起配得的东西会让我们产生更强烈的不配得感，得不到弥补缺陷的商品会让我们感觉自己的童年更加不幸。真正的爱自己是一种向内的探索，而不是向外的索取。它是一种可以脱离消费而存在的稳定的自我接纳。是我可以欣赏爱马仕的美，但我的价值并不需要它来证明。是我可以为童年的匮乏感到遗憾，但我有能力在当下的生活中用不花钱的方式
创造丰盈与快乐。爱自己，是把定义自己的权利牢牢地握在自己手里，在取悦自己的口号下，活成别人眼中的标准答案。范德比尔特家族的男人们用铁路和航运征服了世界，而他们的女人们则用美貌和时装征服了社交圈。他们是那个时代最早的时尚 icon， 他们的穿着打扮被无数女性模仿，但这种被凝视的权利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当一个女性长期被当作被观察和评价的客体时，她会逐渐内化出一种第三者视角来监控自己。她会开始用别人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的身材、容貌和穿着。这就是心理学上的自我客体化。20世纪初的广告毫不掩饰这种客体化的规训。没有减掉49磅，我永远都嫁不出去。减肥产品广告，男人的眼睛每天都在评判你的美丽。紧身内衣广告，今天的广告虽然温和了许多，但其内核从未改变，它依然在用百里挑一的标准来贩卖焦虑。白到能反光的皮肤，没有一丝赘剃的腰腹，永远年轻的容颜，这些由后期技术创造出来的不现实的标准，通过无孔不入的媒介渗透进我们的潜意识，让我们默认这就是美的唯一标准。于是我们开始节食，可能是因为朋友无意中说了一句你最近是不是圆润了。我们开始想做医美，可能是因为在视频通话里看到了自己不够完美的侧脸。我们以为自己在追求美，在取悦自己，但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努力的让自己符合那个被社会所定义的标准答案。而对于男性，这种规训则以另一种更赤裸裸的方式呈现，用消费符号定义你的社会阶层。你开什么车，戴什么表，住什么房子，穿什么牌子的衣服，构成了一套符号系统，无声地告诉别人我是谁，我属于哪个阶层。法国思想家让·鲍德里亚早就预言，在消费社会，人们不再消费物本身，而是消费物所代表的符号。当穿优衣库被贴上社畜的标签，背爱马仕被等同于贵妇时，我们每个人都被卷入了一场身不由己的真人版的大富翁游戏。我们互相审视，互相比较，然后根据对方拥有的符号来决定自己的态度。这无疑是对个体化最大的讽刺。我们以为自己在追求独一无二，却最终活成了一张被符号定义好的千篇一律的脸谱。那么，是不是打扮自己，买奢侈品，就一定是错的？当然不是。关键在于你的动机是什么？你是为了取悦自己，还是为了取悦他人？你买一件漂亮的衣服，是因为你发自内心地欣赏它的设计，穿上它让你感到愉悦和自信，而不是因为你需要它来向别人证明你的品味，或者害怕不穿它会受到非议。你买一块昂贵的手表，是因为你真的有这个实力，并且享受它带来的工艺之美，而不是你需要用它来作为进入某个圈层的通行证。买或不买的权利和定义其意义的权利都在你自己手中，这才是真正的个体化。你最宝贵的财富是那些你放下的东西。让我们再回到故事的结尾。范德比尔特家族的财富如同一场绚烂的烟火，照亮了整个镀金时代，然后归于沉寂。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另一位财富巨子沃伦·巴菲特至今仍住在他1958年花 3.15 万美元买下的那栋房子里。他每天的早餐是不到4美元的麦当劳。他没有私人游艇，也不热衷于收藏名画。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像其他富豪一样享受更奢华的生活？他回答说，我的生活已经很幸福了。
如果我拥有6艘或者8艘房子，我的生活反而会变得更糟。我不需要更多的东西来让我快乐。巴菲特的智慧与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的顿悟遥相呼应，一个人的富有程度与他能放下的东西成正比。当我们挣脱拥有极幸福的迷思，我们本质上是在拒绝将自己的灵魂典当给橱窗里的泡沫。每一次支付都是在为你想要的世界投票，每一次克制都是在对真实的自我进行一次温柔的捍卫。亲爱的朋友，我们或许永远无法拥有范德比尔特家族那样的泼天富贵，但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陷入他们所陷入的那种精神困局。在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愿你我都能拥有辨别陷阱的清醒和挣脱枷锁的勇气，去找到那些即使你失去所有金钱也依然不会失去的东西。那或许是健康的身体、和谐的家庭、三五知己，一个能让你投入热情的爱好，一种持续学习的能力，一颗对世界充满好奇和善意的心。这些才是我们人生中真正的奢侈品。它们无法被购买，不会被磨损，也永远不会过时。它们构成了我们最坚实的财富，折射出我们最独立的生命尊严。